室友丢了1万块钱，我陪他一起骂了2个小时的小偷。结果第2天早上，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，把钱放回我枕头下面，我就不跟你计较啦。我不忍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于是省吃俭用，课余时间去做兼职，好不容易才凑够了1万块给他。他非但没有对我表示感谢，还转头就和其他同学说：“你看，我早就说过他手脚不干净了。”于是我成了所有人眼里臭名昭著的小偷，最后因抑郁得了乳，还没毕业就一命呜呼了。等我死后，我才知道柳如烟那1万块根本没有丢失。再次看到手机上的这条信息的时候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整个上午我都没有理会柳如烟，所以中午一下课之后，她便急不可耐地来找我。小妍，我早上给你发的消息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她脸上瞬间露出疑惑，怎么会没有看到呢？我早上确实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了呀。其实信息被我给删了，我装作不知情的样子。如烟，你到底给我发了什么？她一开始不肯直接说出口，而是扭扭捏捏地把手机递到我面前。你自己看吧，把钱放回我枕头下面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把她给我发的信息一字一句地念出来，引得另外2名室友投来奇异的目光，顿时吓得他暴跳如雷。你干嘛要念出来啊？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紧张，因为他总喜欢在外人面前营造一种和我是闺蜜的假象，再加上我昨天和他一起骂小偷的时候，另外2名室友也看到了，如今转头就怀疑自己的闺蜜偷了钱，这不是明摆着打自己的脸吗？见状，我努力装出一副可怜受伤的样子。如烟，你不是一直都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而且丢钱那天我并不在寝室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我呢？不会是想骗钱吧？看着另外2名室友投来异样的眼神，柳如烟脸上虽然不悦，但还是费劲地扯出一个笑容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随口一问而已，你不愿说也没有关系，反正1万块对我来说是小钱，不见就不见了吧。他这话说的字字不提偷，字字都在说我偷。好啦好啦，大家都忙自己的去吧，下午还有课呢，别为了我这一点事而占用大家的时间。柳如烟吃了瘪，没再继续揪着这件事不放，回到床上拉上床帘。重生之后，我仔细想过一个问题，1万块不是小数目，柳如烟为什么不去报警，甚至连辅导员都没说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他的自导自演。他继续1万块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他瞄准了一贯喜欢忍让的我，目的就是为了从我身上搞到钱。因为他知道我刚拿了8000块的国家奖学金，再加上我平时会去做点兼职，咬咬牙，1万块还是能拿得出来的。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容易过去。果然，第2天中午回到宿舍的时候，已经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了。见我回来，柳如烟立马用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对我说：“小妍，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你会干出这种事，可事实真的很令我失望。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钱？”现在是中午放学时间，走廊里人来人往的。柳如烟的这一嗓子，直接喊来了很多八卦的人。小妍，看在我们是好闺蜜的份上，如果你今天之内把我的钱还回来，我可以做到既往不咎。另外2名室友也跟着附和。小妍，你就把钱还给如烟吧，如烟身体不好，那钱是留着看病的。我们都是一个寝室的，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可以和我们说呀，没必要偷。不知道柳如烟给了他们什么好处。昨天还持观望态度的郭爽和苏瑶便开始倒戈相向，帮着柳如烟朝我泼脏水。我呵呵一笑，双手叉腰。既然你说我……柳如烟自知到了警察面前，他们说谎的事很快就会露馅，随即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。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，我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你还是老老实实把钱还回来吧。闻言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，随即又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叫辅导员来。可3人依旧犹犹豫豫，他们本想一方面靠同学的舆论压力逼我掏钱，另一方面又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，毕竟1万块可不是小数目，要是真的去查，很快就会查出他们在说谎。你们既不敢报警，又不敢告诉辅导员，不会是想仗着人多逼我承认吧？门口有些看热闹的同学也渐渐发现了柳如烟他们3人的异样。柳如烟不会是贼喊捉贼吧？看思妍人老师，所以把主意打到人家身上了。要是我，别说丢了1万块，就算是丢了1000块，我都要立马告诉辅导员，估计是自导自演的，心虚了。但也不乏有不明缘由的人替柳如烟说话。我觉得柳如烟不是那种人，她家里那么有钱，没必要为了1万块撕破脸。不上报，可能还是想给同学留点面子吧。这一波我站柳如烟，她想方设法给思妍留个面子，可思妍还非要把事情闹大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个贼。如烟不愧是系花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还那么善良。柳如烟逐渐迷失在别人的吹捧中，她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珍惜，等辅导员来了之后，就不要怪我不顾同学情分了。我淡笑不语，转身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。没多久，辅导员来了，只是他的身后还跟着2个人柳如烟的父母。看到辅导员身后那2个人时，柳如烟脸上毫无防备地露出了慌乱和紧张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老师说你在学校丢了1万块，是不是？你个臭丫头，手里有那么多钱，还好意思问我和你爸要生活费？你真当你父母是开银行的啊？此话一出，在门口围观的人又开始议论起来了。啊，他不是一直说自己父母是银行家吗？难不成都是骗人的？应该不至于吧？你看他身上穿的那件 T 恤，起码小1000。小1000又怎么样？说不定是骗男人的钱买的。没有吧？那件衣服看起来像是高仿，用不到1000。上一世，
柳如烟给自己打造的身份就是银行家的独生女，我也一直深信不疑。直到我在大马路上偶然碰到她被她弟弟骂赔钱货，我才知道一切都是她编出来的。那天她哭着求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。我之所以撒这样的谎，是为了能有资格和你做朋友。你成绩那么优异，老师同学都喜欢你，我只有在其他地方有过人之处，才配站在我的身边。上一世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，甚至还有些感动。然而我的善良并没有换回她的感恩。在我患上了乳腺癌之后，到处跟别人说我是跟别人乱搞才得这种病，最后甚至联合舍友把我赶出了宿舍，说怕我身上有癌传染给他们。思绪回到现在，身份被拆穿的柳如烟局促不安地站在原地，羞愧难当，把所有的怒气都发在了我身上。思妍，是不是你把我父母叫来的？闻言，我淡定地说道：你不是说我偷了你的钱吗？所以我就把你家长叫来让给你撑腰。如果真的证实钱是我偷的，你也不用担心我会赖账了。来之前我就在电话里把这件事简单的和辅导员描述了一下。现在辅导员直接开门见山地问柳如烟：柳如烟同学，既然你说思妍偷了你的钱，那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谁知柳如烟二话不说，把已经瑟瑟发抖郭爽和苏瑶推了出来。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郭爽被柳如烟推到前面后，他先是一惊，随即大义凛然地指正我：那天我突然回宿舍拿个东西，正好碰到思妍鬼鬼祟祟的在如烟的床铺周围晃荡，结果如烟的钱第二天就不见了，我猜肯定是他偷的。闻言，我心中暗笑，你真是跟上一世的我一样蠢，被柳如烟当枪使都不知道。随即我转身走到门口看热闹的同学当中，随意挑了一个问道：同学，你可以帮我录个音吗？郭爽瞬间慌了：你录音干什么？录音当然是为了记录下你们所说的话呀，毕竟你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。他呆住了，转头看向柳如烟，手都在抖。柳如烟作为始作俑者，胆子终究是大一点，这点小把戏还吓不到他。吓唬谁呢？还呈堂证供？我不把你送警局都算是对你大发慈悲了。我假装被他吓到了，转头看向柳如烟的妈妈，露出一副委屈的表情。阿姨，如烟是我在学校最好的朋友，我一直都很羡慕如烟有你这么好的妈妈，每个月给几千的生活费不说，知道她怀孕了，还主动给她1万块让她去。可我怎么可能去偷她的钱呢？阿姨，你就帮我劝劝如烟吧。这句话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柳母愣了好久还没消化过来，倒是柳父先急了，质问起了他妈：你个败家老娘们儿，一个月竟给他几千块？柳母连忙喊冤：怎么可能啊，我一个月才给他800，剩下的钱都攒着给咱们儿子买房呢。这句话说完，柳如烟苦心经营的富家千金形象瞬间倒塌了。宿舍门口吃瓜群众的议论声不绝于耳。就在他要把被拆穿的怒火发泄到我身上时，柳母捕捉到了我话里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：柳如烟，你怀孕了。柳母这一嗓子声音很大，来看热闹的人片刻把我们宿舍挤得水泄不通。辅导员听到这话后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柳如烟彻底慌了：我没有怀孕，是思妍诬陷我。看他依旧嘴硬，我开始了影帝般的表演：对不起阿姨，我以为你已经知道如烟怀孕的事了。而柳如烟嘴里骂骂咧咧，疯了一样冲过来想要打我，而柳父呵斥住了柳如烟，然后恶狠狠地看着我，语气里透着威胁：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了。我一副被吓哭的样子，着急忙慌地为自己解释：叔叔，我真的没有乱说，我有证据的，不信你看。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了菜鸟驿站 APP， 原来柳如烟口头上把我当闺蜜，可实际上就是把我当她的跑腿，她所有的快递都是我帮她拿的。柳母看到验孕棒的时候，脸都绿了，直接一巴掌打在了柳如烟脸上。我拿着手机接着往下滑，故意表现出不懂的样子。这里还有玉婷和冈本，都是如烟买的。阿姨，这是什么呀？周围传来一阵嬉笑声，连辅导员的脸都憋得发紫。柳父柳母羞愧难当，只能把气全撒在了柳如烟身上。柳如烟被打得嘴角都流血了，可依旧还是嘴硬。思妍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污蔑我，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买的，你们2个倒是说句话啊。旁边的郭爽和苏瑶正忙着吃瓜呢，直到柳如烟朝他们怒吼，他们才想起来自己和柳如烟是同一阵营的。如烟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些东西是思妍自己买来用的，她怕被别人发现，所以才故意用如烟的电话号码的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的枪口都指向了我。见有人站出来指证我，柳如烟他妈阴阳怪气的向我发难：同学，你该不会是嫉妒我家如烟长得漂亮人缘好，所以才想害她吧？辅导员站在一旁，语气凝重地对我说道：思妍同学，生育对女孩子是很重要的，这种事情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是不能随便说。我低着头，做出一副内心煎熬的样子，故意激怒柳如烟，让她误以为我是害怕了。果然他没辜负我对他的期待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我就知道你是在乱说，思妍你个贱人，自己出去乱搞，竟然还把锅甩到我头上，是不是我以前对你太好了？说着冲过来就要打我，辅导员手疾眼快挡在我的面前，眼看局面陷入僵局，我突然嚎啕大哭：如烟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处处为你着想，可你不仅诬陷我偷钱，还想打我，自己做过的事不承认，
还想推到我头上，那我就没必要帮你保守秘密了。说完，我立即转头就看向刘母，指着衣柜说道：“阿姨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翻柳如烟的衣柜，倒数第2个就是她的。因为柳如烟经常指使我干这干那，所以她在宿舍藏点什么东西，我都知道。不得不说，刘母的行动力还是不错的。只见她快速地从柳如烟的衣柜里找出一个书包，将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出，衣服散落一地，露出了很多冈本和杜蕾斯，还有验孕棒。”甚至还在夹层里发现了一张医院的孕检报告。看着这一堆五花八门的东西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柳如烟这下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她一下子瘫倒在地，扯着他妈的衣服，眼泪哗啦啦的流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些不是我的，是思妍那个贱人放在我的柜子里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柳如烟还想锅甩到我身上。就在这时，不知道谁说了一句：“大家的柜子都是上了锁的，难不成人家思妍同学还会开锁不成？”闻言，一旁的柳夫怒不可遏，前一脚就把柳如烟给踹倒。我这张老脸都被你给丢光了，竟然养出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要不是辅导员拦着，估计还能再多踹几脚。老实交代，孩子是谁的？此刻的柳如烟低着头，头发披散着，身上的衣服也被踢得皱巴巴的，和她平日里那副精致的模样判若两人。可是不管柳父柳母如何逼问，她愣是不肯透露一个字。此时我嘴角露出一丝坏笑，铺垫了那么久，接下来就让我来开讲吧。想罢，我连忙上前拦住还欲动手的刘母。阿姨，你们别逼如烟了，她不是不想说，而是不知道该如何说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回头看了一眼柳如烟，装出一副姊妹情深的样子，对她说了一句：“如烟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别怪我。”随后便把我上一世掌握的所有信息和盘托出。因为如烟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，她有好几个男朋友。我话音刚落，周围的吃瓜群众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虽然她经常夜不归宿让我打掩护，但是我并不知道她具体是跟谁，我只知道她和2个男生关系特别亲密，一个是我们班的韩征，另一个是隔壁4班的叶晨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别逼如烟了，你们要真想知道，就去找他们，如烟肯定是被他们骗了。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此时郭爽开口了，他怒不可遏地看向柳如烟，恨不得要把她吃了一样。你不是说你跟叶晨分手了吗？这波猛料一下子点燃了大家的吃瓜热情，大家挤在门口纷纷议论，有的甚至拿手机出来拍照拍视频。卧槽，没想到清纯的系花私底下玩得这么开啊！不愧是系花，我们忙着备考，人家忙着备孕呢。太劲爆了！我要把这一段拍下来，让我们系其他男生看看，他们心目中的女神私底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还不够，我继续说道：“阿姨，我以为你已经知道如烟怀孕了，所以才特地给她1万块让她去打。”刘母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，连带着看我都带有怨气。我不打死他都算好的了，哪来那么多钱给他？我慌忙捂住嘴巴，像是意识到说错了什么话一样。对不起阿姨，我刚刚忘了你说如烟1个月才800生活费，可是她用的穿的都是名牌，身上还有1万块，如果不是叔叔阿姨给的，那……后面的话我故意没有说完，围观的人群发生了不小的骚动。柳如烟是不会是骗了男人的钱装富家小姐吧？我觉得她应该是搞的网贷。得了吧，你们说的都不现实，除了出去售卖，要不然我想不出什么能来钱这么快。前世柳如烟喝醉酒之后，曾无意向我抱怨，说刘母逼她去坐台，赚钱给她弟弟买一套大房子，她不肯，被罚了3天3夜不准吃饭。人群中的议论声落入刘母的耳中，看着柳如烟桌上那一排排的护肤品和化妆品，以及她柜子里塞不下的衣服，她真的以为柳如烟真的出去售卖了。我倒要看一下你背着我和你爸藏了多少钱。她骂骂咧咧地把柳如烟的床铺和书桌柜子都翻了一遍，甚至连床底的鞋盒子都不放过。刘母把鞋盒子打开，从里面拿出一沓用纸巾包裹的严严实实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看到那一沓东西，原本瘫坐在地上的柳如烟像是疯了一样，猛地冲过去。别碰我的东西，还给我！瘫坐在地上的柳如烟见鞋盒里的东西要被打开，猛地冲过去抢夺。她细皮嫩肉的，哪里比得过刘母，被一脚踹开了。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还在这里分你的我的。随着外层包裹着的纸巾被一层层的撕开，一张张红色的100元大钞逐渐显露出来。好啊，你个贱人，藏了那么多私房钱，竟然还好意思问我要生活费。我跟你爸在家里连肉都舍不得买来吃，你倒好，在学校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藏私房钱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说着抬手就要打，被辅导员拦住了。柳如烟，你不是说思妍同学把偷了你的1万块吗？那你妈手中拿的是什么？辅导员的话把大家的思绪都拉了回来。见此情形，人群中再次有人津津乐道。我一开始就觉得奇怪，就没见过哪个丢了钱的既不肯报警又不肯告诉老师的，原来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啊！柳如烟自己贼喊捉贼就算了，还联合其他室友来陷害同学，简直不要太坏。此刻的郭爽和苏瑶哪还有刚开始时的气势，就像鹌鹑一样低着头，腿都在颤抖。辅导员也终于明白过来，一切都只不过是柳如烟主导的一出戏。在辅导员的耐心询问下，郭爽和苏瑶都承认自己是收了柳如烟的好处，才会帮着她一起来陷害我。见事情彻底败露，
柳如烟对着队友开始了乱咬。郭爽，你这个墙头草，你竟敢背叛我！难怪叶晨看不上你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当舔狗。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郭爽的眼里透着一抹狠厉，紧紧攥着双拳。事情真相大白，吃瓜群众满意的离去。郭爽和苏瑶被辅导员带回办公室接受处罚，因为柳如烟怀着孕，学校并不敢让她留下来。一开始，柳父柳母并不想把柳如烟带回去，觉得丢人。直到我无意中在柳母面前透露韩征和叶晨家里很有钱，柳母和柳父站在门口，一边开心地数着那1万块，一边等着柳如烟。不就收拾几件衣服吗？磨蹭什么呢？赶紧回去给老娘烧饭，饿死我了。柳如烟正面无表情地往包里塞衣服，用眼角的余光拼命地瞪我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闻言我直接笑了，明明是他先害我的，现在倒开始装起受害人来了。我耸了耸肩，单纯看你不爽，怎样？咬我啊！哪怕他现在狼狈不已，可依旧高傲的不可一世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可你别忘了，我柳如烟最不缺的就是帮手，我身边多的是舔狗，随便勾勾手指就能找到人来弄死你。我对他的话嗤之以鼻，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之后，我看还有谁肯为你出头。柳如烟一向对自己的魅力有高度自信，只见她把嘴角的血擦干净，理了理头发，恢复了半分以前的模样。韩征他爸可是学校的领导，还有叶晨家里是在道上混的。对于你这种人来说，他们高不可攀，可对于我来说，他们就是2条狗，我随便招呼2句，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话音刚落，我邪魅一笑，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只见我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，凑近他跟前得意地晃了2下，屏幕上显示着微信语音通话的界面，电话那头的人正是他口中的韩征和叶晨。见刚才说的话已经被韩征和叶晨听到，柳如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嘴唇都在颤抖。你个贱人，竟然设计害我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闻言我直接笑了，顺手把语音通话挂断。有这时间来跟我说狠话，还不如好好想一下如何跟你的2条狗解释。柳如烟气得咬牙切齿，带着不甘与愤怒跟着他妈回家了。郭爽和苏瑶由于只是受到柳如烟的教唆，所以只是罚写了5000字的检讨书。他们自觉心中有愧，主动向我开口道了歉。对不起，小妍，其实我并不想帮着柳如烟害你的，但是她答应要帮我跟叶晨表白，我才鬼迷心窍听了她的话。苏瑶也低着头，带着哭腔说道：柳如烟请我吃了我一直都想吃的火锅，还给了我1瓶新的粉底液，吃人嘴软拿人手短，我不好意思拒绝她，所以才……虽然这2人这次只是从犯，但是一想到上一世他们和柳如烟一起说我私生活不检点，害我受所有人的唾骂，更是在我查出后把我的东西都扔出宿舍，我就恨不得把他们撕碎。不过我的计划还没有结束，眼下还不能和他们撕破脸。我知道你们只是受了柳如烟的挑拨离间，其实你们对我并无恶意的。2人疯狂地点头，我强忍着内心的恶心，说出了我的目的。那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说着，我拿出一堆东西。他之前拜托我帮他买的东西，我买回来了，可是他现在在生我的气，所以能不能拜托你们帮我把这些东西拿去他家给他？他们2人现在对我心里有愧，自然不会拒绝我的请求。你放心，这些东西我和苏瑶一定会原封不动地把东西送到的。郭爽和苏瑶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，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肯定会把里面的东西都扒开来看。当然我没想到的是，还不到1周，柳如烟就再次回到了学校。看着我那惊讶的眼神，柳如烟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没想到我那么快就回来了吧？可仔细一看，发现他脸上的粉涂得特别厚重，像是为了掩盖什么。他抬手就想往我脸上招呼，被我一把抓住手腕，脸上瞬间露出了痛苦的表情。恰好这时郭爽和苏瑶从食堂吃完饭回来，打开宿舍门看到柳如烟的那一刻，2人皆是一愣。在我身上找不到发泄口，柳如烟便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他们2人身上，抬手赏了他们2人一人一个大逼斗。你们2个贱人臭傻逼，往我家里送那堆药是什么意思？害得我家里人以为我得了艾，把我赶了出来。听闻此言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他脸上涂那么厚重的粉，是为了遮盖被打之后的淤青。郭爽和苏瑶捂着脸朝我这边看，想要把我给供出来，可在看到我狠厉的眼神之后，他们又不敢了。只因他们伪造贫困材料骗助学金的事被我知道了，如果事情败露，他们不仅要退还所有的钱，严重的话还会被开除。郭爽，以前没看出来你这么有心机，那堆药花了你不少钱吧？放心，药我都带来了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说完，柳如烟就打开抽屉，把那一堆药通通倒在郭爽和苏瑶头上。郭爽，你不是喜欢叶晨吗？可是人家根本看不上你，你瞧瞧你这一头乱糟糟的头发，还有这张坑坑洼洼的脸，月球表面都比你的脸平整。现在我肚子里怀着他们老叶家的长孙，他更加不会喜欢你，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我不知道柳如烟用了何种手段，才让叶晨得知自己被绿了之后，还对他死心塌地。被贬得一无是处的郭爽低着头，指甲都嵌入了掌心里，眼底更是透出淬了毒一样的光。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在不弄脏自己手的情况下除掉这3个人的方法。柳如烟未婚先孕的事情在学校里已经不是秘密，一开始她还有点羞于见人，但很快她就把流言蜚语置于一旁，每天都穿得花枝招展的出去和叶晨谈恋爱。偏偏每次回来，她都要在郭爽面前炫耀叶晨带她吃了什么好吃的，给她买了什么名贵的礼物。每次郭爽都气得牙痒痒，
仇恨值在慢慢拉升。在观察了几天之后，我终于等来了一个成熟的时机。这天，我刚走进厕所，出门约会不到2小时的柳如烟就回来了。进门后就直奔郭爽的床位，把他从床上拖下来，嘴里骂着一些污秽不堪的话。是不是你在学校里造谣说我得了？郭爽一个劲的喊冤，其实他并不冤。郭爽这个人家境贫穷，又十分虚荣，最致命的就是他不仅好奇心爆棚，还十分嘴碎。那天让他帮我把药带去柳如烟家里的时候，我就料到了今天这一幕。柳如烟今天的约会之所以这么早就结束，肯定是因为他的消息传到了叶晨耳中。柳如烟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郭爽身上，甚至连苏瑶都没能避免。待柳如烟走后，我才慢悠悠地从厕所里出来，在看到他们2个人脸上的伤痕之后，还假惺惺地给他们上药。在安慰他们的过程中，我无意中透露出一些有关叶晨的事情。最惨的还不是你们呢？你们不喜欢柳如烟还可以换宿舍，可叶晨，嗨！我摇摇头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果然，郭爽在听到叶晨3个字后，瞬间失去了理智，一把抓住我的领子。你把话说清楚，叶晨怎么了？见郭爽顺利上了套，我假装碍于面子，极不情愿地把事实说了出来。小爽，你知道吗？叶晨一开始看上的是你，他跟我说，去年运动会看了你的比赛之后，便对你在赛场上英姿飒爽的样子难以忘怀，一度想要追求你。闻听此言，郭爽眼睛都亮了。可你也知道，柳如烟这个人就喜欢有钱的，叶晨家里是开公司的，他怎么可能放过呢？一来二去不就勾搭上了吗？本来叶晨知道如烟偷吃之后，已经打算和他分手了，谁知道他怀上孩子了。叶晨这个人啊，比较孝顺，不敢忤逆家里的意思。可他不止一次的跟我抱怨过，要不是为了那个孩子，他是万万不可能再跟柳如烟在一起的。此时的郭爽已经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小妍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嗨，这有啥真不真的？你也知道我是年级学委，平时和大家接触的比较多，所以大家也比较喜欢来找我谈心。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，郭爽若有所思，一整个晚上都在床上躺着，一口饭都没吃。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他人已经不在床上了，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他桌上的水果刀。当早上第1节课，警察就走进教室，把郭爽给带走了。郭爽，你涉嫌蓄意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郭爽当场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大声哭喊道：我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想吓吓柳如烟，让他不要再纠缠叶晨。谁知他……原来面对郭爽的恐吓，柳如烟不仅不害怕，甚至还在言语上攻击郭爽，一字一句都在挑战郭爽的底线。恼羞成怒之下，郭爽失手杀死了柳如烟。这一幕恰巧被晨跑的人看到，这场杀人事件瞬间在全校引起了轰动。看到郭爽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幕，苏瑶吓得瑟瑟发抖，紧紧地揪住我的手。我抬手拍拍他的背，安慰他别怕，内心却暗喜窃喜，怕也没用，毕竟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宿舍里一下子少了2个人，显得空空荡荡的。苏瑶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时时刻刻都黏着我。她是宿舍里最精明的一个，估计也能猜得出来，柳如烟和郭爽的事多半和我脱不了干系。可她表面上伪装得很好，在外人面前总是和我扮演姊妹情深，甚至主动帮我倒垃圾、装热水、洗衣服。一天中午，辅导员给我发来消息，让我去一趟办公室。到办公室之后，他拿出一张表给我，你之前申请的出国交流项目现在已经审核通过了，如果你决定去的话，就把这张表填好，明天中午12点之前交给我。我的成绩一直拔尖，上一世我就在申请这个出国交流的项目，可因为柳如烟在众人面前污蔑我是小偷，害得我被取消了申请资格。后来他和郭爽以及苏瑶说我乱搞男女关系，在老师同学面前孤立抹黑我，害得我连保研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世少了这2个祸害，我的求学之路顺畅了不少。第2天，连同留学申请表一同交到辅导员办公室的，还有苏瑶伪造贫困材料骗取国家助学金的证据。很快，大家都知道了他伪造贫困材料的事，被他抢占了名额的人更是跑到宿舍来堵他。回家办理护照的前一天，我回到宿舍收拾东西，推开门进去，就看到苏瑶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躺在地上。看到我回来，她像是一头困兽一般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原来一切都是你干的。见状，我得意地点了点头，对，就是我。我没有跟他废话，快速地收拾自己的东西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没有欺负过你，也没有。听到这话我就怒了，上前就给了他一巴掌。你没有欺负过我，帮助柳如烟贼喊捉贼污蔑我是小偷的主意是你出的吧？抢了我的1等奖学金的名额的人也是你吧？苏瑶被我堵得哑口无言，她没想到这一切我全都知道，我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，拿上东西转身离开了，留下苏瑶在宿舍里一脸懵逼。郭爽因为蓄意伤人罪被判罚有期徒刑10年，柳如烟虽然侥幸活下来了，但下半辈子也有专人照顾了。得知结果后，我邪魅一笑，人总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